超能力學院嘅入學試已經有好多位挑戰學員相繼亮相，各展所能。不過校長，我覺得越遲出嘅學員越唔着數，好多導師咧都已經用晒佢哋3次撳燈嘅機會。係咯，咁後面嗰啲咪有可能入唔到心儀導師嘅組別？為咗公平起見，我特登準備咗個特別名額。嚇！揀滿咗3位學員嘅導師，仲有一次撳燈嘅機會。咁咪會出現超收生？所以嗰一組就要放棄一個學員。俾人揀中咗，仲要摟翻出嚟？現實就係殘酷㗎啦，俾人摟咗出嚟嗰個學員，另外嗰2個導師可以揀一次。睇嚟之後競爭越嚟越刺激啊！林學，你嘅考題就係你睇下究竟呢3張相，我哋俾埋平面圖你，邊間係空宅？馬上開始。我稍微離近一點。好，可以。咦，咁樣揸羅庚我都係第一次見啫喎。我選 A 房。首先第一個呢，它如果從形狀的角度上來講，它是一個形煞，因為這個房子呢長得就比較像一個手槍。再有一個呢，它就是開門的這個位置呢，它是屬於一個艮卦，東北的方向嘛。所以說呢，這個艮卦第一，它有一個廚房，火燒天門；第二，它被它的大門所沖掉，出現一個就是家宅不穩定啊，或者說是出現凶宅的這麼一個情況。究竟喺呢間空宅裏邊發生啲咩事？很有可能是一個就是男子傷害女子，發生這種事情。呢條題目呢個答案就係喺導員導師度啦，請你開估啦。這個答案就是 B。這是一家凶宅，2個人就是殉情。我們的那個大門從那個地方進來，大概率不用下羅盤就會知道它在空丸線上面。對對對，它是一個典型的大空丸，所以一定是損人口的。那麼第2點呢，這個廚房和客廳形成了一把刀，廚房是刀柄，它這個明堂是刀的刀把，所以住在這個房間裡面的，不管是 A 房啊、B 房和 C 房，都是沒人可以幸免的。所以這是結了婚的一對夫妻，最後雙雙殉情，就是這個凶宅給帶來的。你答錯了，答錯了，對，係啦。雖然林學揀錯咗，的而且確都有佢個風水上嘅問題嘅。因為事關呢個單位係向西南位，而主人房咧亦都喺個西南位坤位，坤位係旺女主人唔旺男主人。而喺八字上，如果男主人嘅運勢大運同埋流年唔好的話咧，會令到佢會做傻事，同埋係會一個唔好嘅事情發生。3位導師呢個時間咧要撳燈啦。 3位導師嘅表情話俾我知佢哋好糾結喎。究竟糾結啲咩咧？林學答又答錯，超組同能組又已經滿額，唔通佢哋想為林學踢走一個已入組嘅學員？咦，有2位導師撳燈。他不是猜錯了嗎？你也選啊？其實我都想揀嘅我。實際上，我覺得你的基本功並不是太紮實，但是我會覺得你很自信。你是上台為一個鞠躬的，我覺得有宗師重道的這種品格了。謝謝你，謝謝你，謝謝。其實你是個通靈者，但是你沒練過通靈，你的自我保護比較弱。剛剛標完銅那個地方，全都是氣息在裡面，它不停地在阻礙着你所有的一些思考跟思維。因為我看到你不停地在說學術，你的學術非常牛，只是看錯方位，所以選錯圖而已。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可以教你怎麼去通靈，包括你的自身保護，令到你看風水更加牛逼。林學就有2位導師要佢選擇啦 ，OK？ 所以在做選擇之前，跟你講一下，我還沒有滿員。好，但是我跟你講一下，哎呦，我滿員了，我要篩一個，你是必入圍哦。一位風水大師，一位神通培訓者，林學。要諗 U 啦！哎呀！其實我最想跟法明老師學通靈吧。
因為我覺得我人生應該是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這個呢，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未知的一個領域。好，感謝。首先恭喜咗林學先。好啦，呢個時間我要請出發銘導師嘅3位學員，俾發銘淘汰1位。好難忍啊！你咁長演做乜嘢啊？3個入邊踢走1個，如果你係發銘導師，你會點揀？羅三子，對唔住啦，三子。當然係失落大啲啦，咁就都冇辦法啦。咁所以因為我哋道家所有嘢都係隨緣噶嘛。3組之中率先成軍嘅係能組。下一位咧就有獨修派女巫維維，佢咧亦都係第1屆嘅通靈之王參賽者，你哋應該陌生啦。完全唔陌生啊！佢入到3甲嘅，係。但係當時佢參加嗰陣時咧，佢年紀比較細，但係可能經過幾年之後咧，佢有所修為，所以咧佢再入學院，希望咧得到導師嘅指點。我喺我嘅過往世入邊咧，都係一個女巫嚟嘅。以前我係女巫嘅時候啦，咁喺獵巫時期咧，都曾經被燒死過啦。呢一啲嘅前世記憶咧，會令到我唔係好容易去相信別人。揾我求助嘅類型入邊咧，其實係真係乜都有嘅。例如可能嗰啲靈異嘅事件啦。8年前喺日本旅行嘅時候發生咗件事，咁去到酒店嗰陣時候咧，安排我哋住4樓最尾嗰間房，咁我就敲咗3下門，聽到門入邊咧就啪咗一聲，好大聲。去到我都瞓低埋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好感受到我成身都好似俾嘢摸緊咁，摸到個程度係我 feel 到我個嘴唇邊位咧係流緊口水落嚟，好似有嘢錫緊我咁樣。維維嗰晚咧，幫我做完個儀式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個人清醒咗，就好似將所有驚嘅嘢或者本身頭痛嘅嘢全部都放低晒。我對維維好有信心，我覺得佢一定可以入到3甲，甚至可以攞埋冠軍。維維測試嘅問題係乜嘢啊？就係咧要阿 Miko 出去幫手嘅，講出啦最近發生啦佢身邊大事。好，我需要借你隻手。攝製組揀呢條題目考核維維，係因為佢聲稱自己最強嘅能力就係與人共感，通過連接人嘅靈魂，知道對方嘅想法。不准哭哦，打死都不哭。維維究竟感受到啲咩呢？開始。好，首先 Miko 係一個好，佢唔係黐家嘅女仔，但係佢係一個好顧家嘅女仔。所以呢一個最近1年內發生嘅呢一件事係同你屋企人有關係，而我感受到呢一個屋企人係男性嘅長輩，爸爸。我喺飛過嚟之前咧，有一晚我發咗一個夢，我見到個男人，然後就係由佢腦開始連帶落去，佢有身體上嘅問題，即係去到現場啦，就係講到Miko 嘅一個事件啊嘛。我去摸住佢嗰刻，我都感受到就係同佢嘅爸爸有關係。佢而家係一個唔舒服、病咗的狀態。而我感覺到佢嘅行動係受到限制同埋阻滯，所以我有感受到就係佢不能自如地活動。剛剛我係感受你呢件事嘅時候，由腦袋去到後面呢一個位置都麻痹了。我覺得呢個病人的狀態，佢就係喺呢一啲位置嗰度開始蔓延出去，而令到佢嘅肢體活動係有受阻。同時間呢件事對你嚟講係好突然、好突發。但係佢真正嘅病情係咪真係一個突然或者突發的事情？並唔係，只係潛在咗好耐，佢本人是知道的。同埋你好擔心呢一個事情會唔會引致到你爸爸的死亡。Miko，維維頭先用通靈嘅共感術講嘅嘢有幾多成係正確嘅？
，sorry， 你說你現在的感覺就可以了。就是在我小的時候就已經有中風過了，其實他的狀態一直都不怎麼好，然後在前，嗱，可以慢慢講。他在前1個多月的時候，就。慢慢來，慢慢來。嗱，可以慢慢講。對，不要太急，慢慢講。因為我爸爸在我小的時候就有中風過，所以其實他的健康狀況都不怎麼好。然後呢，在1、2個月的時候，就是晚上他有跌倒，不小心跌倒，然後那個情況是蠻嚴重，讓到他整個人很消瘦。我諗大家都知道個答案啦。我仲有一樣嘢想補充一下，就係我爸爸跌倒之後嘅狀況，其實我都冇喺網上嗰邊寫過，除咗身邊比較 close 一啲嘅朋友知道之外，其實都冇人知。獨修派女巫慧慧再一次向觀眾證明咗佢共感嘅能力。哇！我即係，而家風水導師、道玄導師都搶你呢一個學員，就到翻係你有權揀入邊個嗰組啦。道玄老師 ，OK， 好，係 ，OK。我而家心噏晒，好失落。場嘅就有星象引導者 Angeline， 她最擅長的呢就是古典占星、奇門遁甲，還有能量珠寶匹配。我最後一個出場的話，我想說，前面應該都學完了吧，所以我應該就是出來 say hi bye。又唔怪得 Angeline 咁諗，而家嘅形勢係風水同道玄老師都只係得翻一個額外名額。但係一旦撳落去，就意味住要喺自己嗰組度踢一個走，咁就要睇下 Angeline 值唔值得佢哋咁做啦。你而家手上邊揸住嘅星盤，就係我哋其中一位導師道玄導師嘅星盤啦。你要睇佢嘅星盤，講出道玄老師邊一年開始傳承道教。三位導師啊，我想向你哋請教啦。呢個時間我等觀眾都學啲嘢啦。星盤可以睇到幾多樣嘢嘅咧？星盤嘅話，基本上就有啲似我哋東方嘅八字。我覺得古典占星咧，依家同西方結合得好好啊！我哋可能東方嘅嘢咧，八字睇完風水啊，或者道法啦，去幫你解決。但係佢咧，實際上係教你一步一步點樣去做。傳道的話呢，在我們古典占星學來說，是一種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呢，在2016年2月15號至2017年的2月14號這個期間，然後剛好合了他的木星在他的第一宮，應該係呢個時候比較符合佢嘅。咁啊，答案當然我等阿道玄老師自己講啦。唉，道玄老師呢聲，唉。有啲大鑊喎！我是一個人長大，一個人到了今天，所以你剛剛說的很對，我個人能力是超強的，我一個人走到了今天。我沒記錯的，2016年2月15到2016年7月份，其實這一部分是要準確的。我師父是98歲才說的，他在16年的時候要傳我衣缽。我真係16年喎。道玄老師你都蠱惑啦，嚇到可愛嘅 Angeline 一額汗。哇！兩組都搶你喎。我心裡有
很多的理由。第一個你會奇門遁甲，對嗎？奇門遁甲，我13歲就開始學了，我都可以教你。我係一個靈性好高嘅人，所以搞到我好痛苦。乜嘢我都要去共感，乜嘢都要去交流。所以如果你係想去提升下自己，可以過嚟學習下。呢個唔係相親大會，大家留意住。而家刺激嘅部分又嚟啦 ，OK？ 我哋有請6位嘅學員，因為馬上要有人即刻離開。好殘忍？咁真人 show 係咁嘅咯。佢哋6人嘅命運而家就喺 Angeline 手上。導演老師，導演老師成功入一組。那我覺得導演老師更加符合我想學的。但係導演老師嗰組咧，你就要揀1個人離開啦。我就直接了啊，請菲菲出來。菲菲，你未必係要離開嗰個嚟嘅。根據賽制，而家仲有一個權利就係喺風水老師度啦。你用唔用？你要話俾我聽。用。風水嗰組嘅3個學員，其中有1位要離開啦。超緊張啊！多謝倫龍，下次繼續加油。OK。風水好明顯就揀咗倫龍。釋懷咯，我其實喺呢一刻嚟講，我覺得釋懷咯，即係未來我會繼續行翻按我個本心去走，就已經足夠。3組學員終於塵埃落定，超能力學院正式開學。超能力學院嘅出現係為咗發掘喺我哋身邊嘅一啲異能者。古今中外門派千變萬化，各有所長。要教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經歷咗幾個月，我哋同3位導師共同努力之下，終於決定咗3大必學課題。第一課，靈感觀。自古以嚟，靈感觀被視為修行者必具嘅能力。中國嘅天眼通，印度嘅第3眼，西方嘅靈性洞察，將靈感觀披上一層神秘嘅面紗。殊不知呢一切並唔係迷信，靈感觀真實存在喺我哋嘅體內。靈感觀其實就係六感。我哋所講嘅眼、耳、口、鼻、心，同埋我哋一個直覺，就是你屏蔽自己五官五感之後，然後修出來的一種天人合一的那種狀態。松果體位於我哋眉心深處，人腦部嘅正中間，佢分泌出嘅褪黑激素同二甲基色胺，可以帶領人類開啟另一個維度。其實每個人咧，佢都有松果體嘅，只不過係小朋友1對5歲之間嘅松果體係特別敏感，我哋俗稱叫微關閉。隨住佢嘅年紀越長，去到13歲左右咧，佢就會慢慢全部關閉㗎啦。所有嘅實驗話俾我哋知，因為女人本嚟嘅身體係屬陰，如果男人要100日嘅話咧，女人只需要70日。打通靈感觀唔係單單為咗展現超能力，更加幫助修行者感悟天地、洞察真理、度化眾生。開發呢個靈感觀咧，對於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嚟講嘅話咧，佢能夠更加好咁樣去見到一個人嘅過去、現在、未來。所以從事者如果佢係冇呢種靈感觀嘅話咧，去解決問題就彷彿少咗一種好重要嘅手段啦。一大組怡保天朗氣清超能力學院嘅同學仔上堂啦喂！好，今天
神清氣爽，感覺我在仙境之中。而家喺呢個環境上邊咧，我覺得好似翻到屋企咁樣嘅。哦，你屋企係咁大嘅山洞嚟？唔係講山洞咯，好多山咯。首先好開心可以跟住大師兄進行呢個所有嘅接下來嘅學習同埋所有項目啦。你覺得你們團隊的優勢或弱點是什麼？我們沒有弱點，我們這一隊就是 perfect 完美的。你覺得你哋組冇缺點嘅？缺點，小文頭髮有點少，菲菲可能年紀比較老。有沒有？這是我們個人的觀點。優秀啦，好啦，嗱，風水老師，你係天眼係好厲害嘅，點樣教啲學員咧？打開呢個靈感官咧，最緊要係 call 我哋嘅元神出嚟。個元神咧可以睇到我哋三維世界嘅所有嘅嘢。今日咧我就會好簡單、好安全，佢哋就可以打開佢嘅靈感官啦。哇！我而家都 open 緊我嘅靈感官 ，feel 到家庭觀眾諗緊嘅係，我都好想一齊學啊！今天教大家呢是站樁，通過這個站樁呢，收拾我們的六根，用我們的意識跟天地進行這個溝通。站樁的核心叫做煉精化氣。挺胸。提肛啊，提肛啊！不好意思，對菲菲做這個動作啊，真的是啊，雙眼看着前方，永遠在觀察着自己的意識。事實上咧，每個人嘅基礎唔一樣，同埋佢本嚟嘅體質都係唔同嘅。有啲人係陰啲啦，有啲人係陽啲啦，有啲人本嚟有修練啦。為什麼 Iris 的手會抖的？包括 Ivy， 你身上有一些濁氣，你必須要把它排出來。佢身上嘅濁氣好多，好辛苦嗰啲，佢震得好緊要。係，而家我哋要幫佢排晒佢啲濁氣出嚟先。你見到阿小文嘅眼神同埋菲菲嘅眼神，佢已經入咗一個放空嘅狀態。Ivy 佢而家仲係好辛苦，唔乾淨啊，陰氣啊太多。哦，所以佢一做呢一個動作嗰陣時，佢全個身就震啦。係啦，佢身上嘅嗰啲陰啲嘅靈體係需要出嚟。頭先咧，我撳阿 Ivy 嘅膊頭咧，見到佢呢度好緊啦，應該有啲嘢係擲住咗佢㗎。風水導師並唔係第一個講 Ivy 身上有污糟嘢。佢身上嘅嘢咧，唔係跟咗佢1年半載啦，10年8年都可能有啦。招生日有好多學員都咁樣講過。我可唔可以講多啲真話啊？可以。因為咧喺等候室發生咗啲事，我就見有參賽者佢嘅不適好嚴重，好似我哋睇嗰啲驅魔片咁樣咧。之後又有另一位參賽者佢要出化妝室嘔。我吃了一些食物之後呢，突然間我會頭暈，很想嘔，吐掉。可是吐的不是那個食物，而是不好的氣。我有就是請示了關聖帝君，他就說這東西有被可能其他的好朋友吃，這個吃不是雞腿問題，而是雞腿裡面蘊含了一些的不好的能量。我嗰時有問出嚟係有其中一位參賽者，佢想先下手為強，佢對其他人落詛咒嘅。所以你覺得係有學員刻意攻擊你？冇錯。可唔可以講直頭開名啊？你覺得邊個落詛咒啊？前個我出場嗰位 Iris。唔知招生日發生嘅呢啲事，同今日風水導師話佢身上嘅污糟嘢有冇關聯？大家睇到㗎，佢一路咧，佢隻手係震嘅，一路排出隻手係震嘅。係啊。揀阿 Ivy 嘅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即係呢位小朋友咧，佢個氣場咧陰咗啲，通過呢啲方法咧，將啲濁氣排咗出嚟。散出嚟，冇錯，散出嚟，冇錯，冇錯。嗱，佢啱啦，佢而家將啲唔好嘅嘢騰出嚟啦，係嘛？係啦。剛剛站樁的時候比較難呼吸，就好像很壓抑。打嗝過後就比較好了。有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這個黑法的東西存在，
本身的黑法就是可能會帶點魔性。隨住訓練越嚟越深入 ，Ives 嘅魔性似乎不受控制。當你元神回來，你看到的東西不在這個世界。下一集超能力學院。想睇更多超能力學院嘅絕密內容，即刻掃 QR Code 登入